你不知道家里边多热，这都烫手拿不住。我靠，化了！盘点今年夏天有多热。河南到底有多热？等一下你们就知道。上午跑了一圈就成这样了，我真服了。看到没？井盖都把鸡蛋都能烤熟了。近来，中国多地出现极端高温天气，其中河南、陕西等地超过40摄氏度。中国有不少地方地表温度超过了60摄氏度，一些地方甚至超过了70摄氏度。郑州街头实测路面温度突破了72摄氏度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大陆高温天气的这个话题。近日，有河南网友表示，极端高温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，大量蚊子被热死在房间里。从其晒出的图片中可以看到，地面上确实有密密麻麻的热死的蚊子。一位河南村民表示，自家水塘里养的大鹅，其中有5只被热死在水塘当中。现在每天往水塘中喷洒井水来给大鹅降温。他说，他养鹅有10多年了，头一次见到鹅热死在水中的。郑州田先生发现家中卫生间的玻璃窗内层玻璃裂成了蜘蛛网状。谁能想到湖北老人坐在石头上10几秒，屁股竟被烫糊了，笑直皮。据潇湘晨报报道表示，7月7号正午气温高达38摄氏度。72岁的王奶奶在自家菜园劳作时浑身大汗，便顺势坐在一块石头上休息。她刚刚坐下，就感到石头滚烫，惊觉不妙，何奈腿脚不便，无法立即起身。邻居见状，迅速将她扶起。整个过程不过10余秒钟。当晚王奶奶臀部疼痛红肿，第二天早上家人将她送到襄阳市第6人民医院。医生检查时发现，老人臀部有4块巴掌大小的皮肤已呈现红肿交加状。医生表示，烫伤程度达到最严重的3度，需要通过急诊手术切除坏死的组织后进行植皮。手术1周后就能够顺利出院。不少人靠打工为生，在酷热天气下仍然坚持工作，真的令人心疼。若不是家里有负担，这么热的天气，谁会出来捡废品呢？辛苦了一辈子，老了还在为了生活奔波。兄弟们，夏天40度的高温，外卖送不了就最好别送了，直接下线回去睡觉吧，吹空调吧。我现在已经快晕倒了，我现在可以说是非常的晕，晕的不得了啊！第一个，商家出餐特别慢，那总有一些菜大全啊，还有一些就是这个便利店的一些单子，它出餐非常慢，20多分钟它都出不了餐。美团现在的系统啊派的非常乱，乱的不行，它是反方向给你派。还有一个最要命的因素就是现在这个太热了，知道吧？手机已经黑屏了，手机已经卡的要命，取餐都取不了，非常的卡顿。加上这几个要素加到一块儿，你的这个心态呀就很容易就爆炸，知道吧？博主外卖祥子提醒说，你们要是遇到这种情况，头非常晕的时候，最好找一个凉快的地方蹲下来，要缓慢的吸气，先把你身上温度降下来，等你心率降低了之后，然后再开始慢慢的去送外卖，不然的话就容易中暑，有可能一头晕倒在地，是非常危险的。现在是上海的温度37、8、9度，可能不止这个温度，可能就是大家如果说拿那个温度计扫一下地面的话，可能都不止39度、40度都不止，因为太热了。然后有一些外卖小哥他没有一些防护，就是在中暑的外卖小哥也有，因为这个天气比较热嘛，然后外卖订单也比较多，
像我昨天的话就是送到晚上12点，刚好结束了最后一单小龙虾烧烤订单。因为上海的人消费力还是可以的。那现在旺季的话，就夏天你们旺季嘛，一个月就是工资高吗？我可能就是1万多一点，14500左右，每天大概就是500-600块钱。但是我觉得网上有很多一些博主很夸张，说什么一天1000，什么1个月才4万，我真的也太离谱了。就是大家知道，就是说你没有学历、没有技能的一个情况下，你赚的每一分钱都是辛苦钱，打工人赚的都是牛马费。送外卖了之后，我最怕听见的3句话就是送外卖的不能进去，超时2分钟就扣钱，你这么小的年纪就送外卖了。但是也有3句话让我非常开心，就是下雨了骑慢一点，注意安全，已经那么晚了，早点回家休息，别累坏了。还有电瓶车就放我这里吧，我替你盯着。有人说我们就是个送饭的，其实我们送的是温暖，是能让深夜还在加班的人吃上一口热乎饭。大家好，今天是我跑外卖的第2天，现在中午12点钟，我准备下班了。现在武汉的大街上真的好热啊！今天一上午我跑了4个小时。你们说我还有必要坚持下去吗？4个多小时，挣了50几块钱，平均一单才10块钱，然后电瓶车的损耗，自己的汗水，这么一想，确实太少了。还有必要继续做吗？我自己都有点纠结了。跑外卖挣钱真的太难了。我那些当兵的都才能过来吃，不一定吃得消。当兵的不是一个怎么说？38度，站着的冒汗。38度的天气，120斤加这个160斤上5楼，一趟才多少钱？一般人受不了吧？为什么我看5楼才1饭？兄弟，今天太热了，先不过来了吧？今天是个5楼，怕你们吃不消。让他们过来是不是？哎呀，太热，万一中暑了。拿个这种100多斤的东西上5楼，2包都120了，他们都觉得自己负债了，急用钱了，再来搞这个。我跟你们讲，来10个就要跑5个，很少人开始就能扛了。我们都是熬过前面个把2个月才能适应的。我想太热了，这车间里真的很热。一般人，所以说现在年轻人啊，一般有时候真的不想进厂。那这么热的天，那机器滚起来又烫。我跟你说啊，到了冬天呢又很舒服了，就是这个夏天，就是这么。所以说有时候中午我们买一些冰块啦，买一些这些水，叫那个清洁工一路拖上来，这样子拖，那也凉快的。所以说每个人你看一个排风都不够的，有时候2、3个排风要给他们吹起来，不然的做事呢，满脸都是汗啊，真不辛苦。所以说这些员工呢，真的是辛苦些啊。所以说我们我们所有的员工要做员工呢，真的要身体健健康康才行啊，真的太热。别说天气热，也别说工作苦，你已经到了输不起的年纪，没有资格抱怨。如果觉得努力已经来不及，那就拼命吧。世界上没有一份工作不辛苦，也没有一份工作不委屈。天气很热，挣钱很苦，可没钱的日子更苦，向别人借钱的日子苦上加苦。所以不要抱怨，听你想要的，挣你没有的。想要人前显贵，就得人后遭罪。风吹雨打是生活，苦尽甘来才是人生。听我一句劝啊，无论你在哪里，最近风扇费、空调费这段时间先别省了。我昨天晚上就紧急联系我爸妈，说家里该开空调开空调，身体最要紧。因为我家里人也有在户外工作的嘛，我自己也很担心，叫他们不要那么辛苦。
如果进了医院，那省下来的钱还不够空调费的。我还专门去网上查了查高温怎么办啊？专家说防护记住3避3补。3避呢是指避暑，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尽量不出门，户外工作啊尽量选择树荫路线。然后是避缺水，每小时补200毫升淡盐水或运动饮料，别等口渴才开始喝啊。最后是避误诊，发现头晕抽搐、皮肤干热无汗，那就要警惕热射病信号。为什么现在的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呢？今天呀，我就给你分析一下，听完你就明白了。你看以前呀，到处都是土路、土房子，地下的凉气呢，能慢慢的窜到地面上，而地面上的热气呢，也就顺着土地往下走。其实啊，这就跟咱们开窗户通风一样，冷热能够互相交换，这温度呢，自然就没那么热了。可是现在却不一样了，你看城里城外，地面呢不是水泥就是柏油路，全部都给硬化了。这一下可好，地下的凉气呢被挡在下面，冒不上来，地面上的热气呢也钻不进土里去，就这么在表面憋着攒着，那温度啊可不就越来越高了吗？你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就知道，同样一个城市里面，这农村呢往往比市区会凉快个1、2度。为什么呢？还不是因为农村有更多的土地吗？那些裸露的土地呢，就像一个小小的散热器，能够帮着把热气给散出去，自然呀就舒服多啦。中国酷暑难当，7月17号上午，中国气象局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，并称中东部出现大范围高温，其中陕西中南部、山西西南部、湖北西部、四川东部等地最高气温达到40摄氏度至43.7摄氏度。截止到7月16号中午，全国各地累计发布各级高温预警有20248次，超过了2万次。7月17号，河南骆先生告诉海外的媒体，传统4大火炉也没有我们那儿热，可能的一个原因就是三峡那儿修大坝，导致整个三峡以及中下游附近区域整个气候环境都出现了变化。湖北农村的刘先生表示，最近1个星期酷热跟3伏天没有差别，整天都是浑身大汗。跳广场舞的妇女们这几天晚上都不出来跳了，温度实在是太高了。前几天这么热，基本上每天都能够听到出殡的车子放哀乐的声音，可能是一些年岁比较大的、体弱的、有心脏病或其他慢性病的老人去世了。您知道中国哪个城市最热吗？我们来看一看中国9大火炉城市都有哪些。第1名吐鲁番，历史最高气温是49.6摄氏度。吐鲁番位于盆地中心，低于海平面154米的爱丁湖附近，是中国地势最低的地方之一。四面环山，热气难以散出，形成热气锅的效应。另外，吐鲁番降雨稀少，极端干燥的气候加上日照强烈，让吐鲁番全年有90天以上都在40度以上，地表温度最高达到89度左右，让它在火炉城市排行榜中稳居第1。第2名是重庆，历史最高气温是44.5摄氏度，主要是因为重庆正好位于四川盆地当中，地势较低，四周环山导致热量聚集，再加上人口稠密，城市热岛效应更加明显，使得重庆夏天异常炎热。第3名是福州，历史最高温度是42.3摄氏度，属于亚热带的季风气候，夏季闷热多雨，湿度高，甚至被网友戏称为是火炉之王。虽然传统的4大火炉是重庆、武汉、南京与南昌，但近年来福州高温天气和酷热程度已经超越了不少老牌的火炉城市。第4名西安，历史最高气温是43.4摄氏度，地表温度一度超过70摄氏度，走在路上都会烫脚。第5名是南昌，历史最高气温达到40.9摄氏度。从地图上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南昌3面环山，凉风难进，热气难出，再配上湿度较高的空气，导致南昌的夏天就像在桑拿房里一样。第6名杭州，历史最高气温是42.9摄氏度，在杭州即便是到了夜晚，温度也是居高不下。第7名武汉，历史最高气温42摄氏度，在武汉即使躲在阴凉处也能够感受到热浪滚滚，
整个城市如同被架在火上烤，没有一丝凉风。第8名长沙，历史最高气温40.6摄氏度。长沙夏季漫长，再加上超过70%的空气湿度，让长沙人出门就能够蒸上免费的桑拿。第9名南京，历史最高气温是43摄氏度。南京夏天高温可以用出门走10步，汗流如瀑布来形容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